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一期美国手机卡的横屏视频，主要是想从美国手机卡的功能和价格方面，对目前可以在国内长期使用的美国手机卡做一个横向对比，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选择到自己想要的手机卡。本期介绍的美国手机卡都是可以在中国国内长期使用的美国手机卡，像 Google Pay 这种无法长期漫游使用的手机卡就不在本期视频的考虑范围之内。目前主流的可以在中国大陆使用的手机卡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 Ultra Mobile 旗下的Pico 手机卡，然后是橙卡这两张卡可以说是目前在中国地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手机卡了然后是 T-Mobile 的原生的手机卡其次还有大使旗下的两款流量卡再接着是比较小众的，像红包卡、徕卡、透卡等有的小伙伴想要一个美国手机卡来找我咨询的时候，上来就说我要那个最好的美国手机卡。但什么是最好的呢？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吗？大部分商品的确是这样的但美国手机卡却不是。因为不同的美国手机卡在国内的使用状况并不相同比如说T-Mobile 旗下的手机卡，像这张月租是10美元算贵的了吧但是它的国内没有信号，没有办法上网，只能通过 WiFi 通话使用。如果说我们的手机不支持 WiFi 通话，那么这张卡根本就用不了所以说对美国手机卡来说，最贵的并不是最好的。接下来我就从美国手机卡的功能开始，结合月租价格来逐一进行分析。那我们开始吧。有的小伙伴想要一张美国手机卡，就是为了注册一些境外网站像这种的话，一般向大家推荐 Google Voice。Google Voice 是 Google 推出来的虚拟美国手机号码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免费的，不需要月租，而且接收美国短信、拨打美国电话也都是免费的特别适合没什么特别需求的轻度使用的小伙伴但是 Google Voice 的缺点也很明显，它的号码是虚拟号码有的网站可能注册不了，而且号码长时间不使用也会被回收不过我们只需要每个月去发一次短信或者拨打一次电话就可以免费的去保号。Google Voice 目前获取的方法有3种一种是可以直接在一些网站上来购买 Google Voice 号码购买成功之后可以把号码转移到自己的 Google 账户一般卖家都会有相关的教程，我这边也做过转移的教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观看。第二种方式是直接去 Google Voice 的官网去注册但是自己去注册必须要有一个实体的美国手机号码来接收验证码这种方法推荐已经有了美国实体号码的小伙伴使用。第3种方法就是把我们现在已经有的美国号码转移到 Google Voice这种方法适合已经有美国实体手机卡但是不想用了，想找一个方法来免费的保号。需要注意的是，把已有号码转入 Google Voice 需要支付一次性的20美元的费用。Google Voice 是推荐所有的小伙伴都搞一个如果已经有了美国的实体手机卡，那就可以按照我的视频教程直接去 Google Voice 的官网注册，可以选择号码，而且是零费用的有了 Google Voice 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注册网站或者服务的时候优先填写 Google Voice 号码如果说不支持虚拟号码的话那么我们再使用实体号码注册，这样的话也可以防止我们用实体号码注册太多的服务，导致经常收到短信或者电话，造成实体卡的话费超过预算当我们有进一步的需求，比如说要注册 PayPal、美国银行等一系列的美国的金融服务他们一般是虚拟号码是不可以的，必须要实体号码这个时候 Google Voice 就不能使用了，我们必须要购买一个实体的美国手机卡。目前实体的美国手机卡在国内可以使用的有很多下面的话我首先从价格上来做一个区分。首先第一档是零月租的美国手机卡零月租的美国手机卡一共有2种第一种目前只存在于网络传说中那就是T-Mobile 旗下的零月租的手机卡的套餐，这张卡已经是绝版了，只能通过购买月租10美元的 T-Mobile 手机卡然后转移成零月租的但是根据我搜集到的信息这种成功率非常低，只存在于传说中。第二种零月租的手机卡是 HRO 旗下的一个手机卡它虽然说是零月租的，但是的话它的话费是有效期的比如说它每次充值最低是10美元，而且话费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其实这样的零月租换算下来也就相当于每个月是3.3美元，
现在淘宝上面也偶尔能够找到一些销售的。但是目前最推荐的方法是大家直接在官网去购买 HL 的 eSIM 卡并不需要邮寄实体卡就可以了。eSIM 购买也是免费的，但是缺点是他们家目前的 eSIM 只支持苹果手机，安卓手机是没有办法安装成功的。零月租的手机卡特别适合保号但如果说有真实的使用需求的话，零月租反而不划算比如说像 T-Mobile 的零月租虽然它是零月租，但是你一旦要去使用它的话，它的资费还是比较高的。在中国漫游的情况下，接收短信是 0.1 美元一条，发送短信是 0.5 美元一条，接听电话是 3.59 美元一分钟如果在 WiFi 通话的环境下，相当于是在美国使用，资费和短信电话都是 0.1 美元一条一分钟如果说每个月要接收几十条短信或者很多电话的话，零月租的套餐的话费其实马上就会超过3美元，反倒不如一些有月租的但是会包含套餐的电话卡便宜。HL 的资费相对便宜点短信电话都是 0.05 美元，但是这个卡在国内没有办法漫游，没有信号，只能通过 WiFi 通话来使用，而且他们家的 WiFi 通话在国内非常的不稳定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内很少有人用这张卡。以上就是零月租的手机卡的介绍第二档就是月租3美元的手机卡的介绍目前主要有3款第一款是 Ultra Mobile 旗下的配购手机卡第二款是红包卡，第三款是 T-Mobile 的原生卡这3款手机使用的运营商都是 T-Mobile。 配购卡的月租是3美元， WiFi 通话下使用送100条短信和100分钟通话没有 WiFi 通话的手机也支持在中国国内长期漫游使用，漫游的资费是接打电话 3.5 美元一分钟，发短信 0.5 美元一条，收短信是 0.1 美元一条。红包卡的月租是 2.5 美元， WiFi 通话下使用送1000条短信和200分钟通话没有 WiFi 通话的手机这个卡就不能用了虽然能够收到中国移动的信号，但是没有办法接收短信和电话的这点不如配购手机卡T-Mobile 原生的3美元的卡没有办法直接购买，必须要通过联系客服才能够转入套餐具体的方法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这张卡的月租是3美元， WiFi 通话的情况下送30分钟的通话，3条短信非 WiFi 通话的情况下，接收短信是 0.1 美元，发送短信是 0.5 美元，接打电话是 3.5 美元一分钟。性价比和前面2款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胜在是 T-Mobile 的亲儿子，可以在 T-Mobile 的官网注册账户、充话费、查看资费信息关键是这个卡可以随时的更改套餐，随时的更改号码，这个是上面2款没有办法体验到的。第3档是月租10美元的手机卡，目前有2种选择第一种是 Ultra Mobile 旗下的橙卡第二种是 T-Mobile 旗下的原生手机卡橙卡的月租是10美元，在 WiFi 通话的环境下可以无限拨打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话，也可以无限免费的收发短信，80个国家其中也包含中国。那么在非 WiFi 通话的环境下接打电话是 3.5 美元一分钟，发短信是 0.5 美元一条，收短信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卡有个缺点，就是它的月租10美元是必须要年付，也就是一次性支付120美元，这样才可以做到平均下来每个月的月租是10美元。那如果说月付的话，每个月是需要15美元的但同时有一个折中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半年付，每个月是11美元，也还是不错的另外一种就是 T-Mobile 的原生手机卡，月租是10美元包含 WiFi 通话下1000分钟通话和1000条短信如果说不支持 WiFi 通话的话，那么这个卡就无法使用了因为这个套餐不支持漫游这2张卡对比起来的话，个人更推荐 Ultra 的橙卡橙卡的话，它是月租10美元，可以做到无限的短信和通话。另外有一点，它是可以在国内漫游上网虽然说它的资费比较贵，一兆流量要 0.25 美元，但是可以在国内漫游上网的手机卡还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个网络 IP 是 T-Mobile 的原生 IP， 特别适合去做一些网络服务的注册。而 T-Mobile 的原生卡首先它在国内是没有手机信号的，
我们只能通过 WiFi 通话来使用其次，因为它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它更不可能去上网所以说它的使用场景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上面介绍这几种手机卡，它们主要的用途就是短信和电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量和预算来进行挑选首先，如果说自己使用量不是很大的话，如果只是用来保号，基本上不怎么使用美国手机卡来收短信或者说打电话的话，那么月租$0的2款可能更适合你。那如果说每个月有几十条短信，还是偶尔有几分钟的电话的话那么月租$3的会更加的适合。那如果说电话和短信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3免费套餐里的使用量已经不够了的话那么说$10的话肯定是最优的选择如果说又有上网需求的话，那么橙卡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了。以上介绍的美国手机卡都是偏向于短信、电话，流量都是弱项除了橙卡，其他所有的手机卡都无法在非美国地区上网，而橙卡的流量是需要$0.25一兆，算下来1GB 的流量就要$250说是天价也不过分。这个价格只适合用来登录网银，或者说用原生的 IP 来注册美国的一些账户如果说我想要一个流量卡能够在中国大陆翻墙上网，那么有没有的呢答案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之前向大家介绍过的大使的流量卡它是荷兰的一家运营商推出来的，主要是做流量卡使用的不能够打电话但是购买短信套餐之后可以用来收发短信虽然能够收发短信，但毕竟号码是虚拟的，使用起来还是有很多的限制它的流量套餐的价格我贴在这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有的小伙伴会说这个价格其实并不便宜，比很多机场的价格都贵这个是肯定的了。流量卡它的使用原理就是国外的运营商和中国大陆的运营商达成一个合作的协议，然后我们插上手机卡，连上的是国内运营商的网络基站，然后数据通过这些基站再转发到给国外的服务器，通过这样一种中转来进行上网。那么首先速度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使用的是国内的网络基站，所以说它的信号还有上网速度基本上是和国内手机卡是一样的。资费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购买不同的套餐就可以了。另外大使卡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手机卡是没有有效期的，套餐是随用随买比如说我的梯子突然坏掉了，没有办法上外网了，我就可以买个套餐临时应急一下或者说我下个礼拜准备去国外去旅游，那么我就可以去只购买一个3天或者7天的流量套餐这个套餐用完了之后，我的卡就放在这里不管了，它也不会过期，也不会有任何的月租可能到2年或者3年我再出去旅游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再去购买新的套餐，套餐购买完成之后就可以马上的恢复正常使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算是比较灵活的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可以在国内长期使用的美国手机卡啦，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挑选到适合自己的手机卡。如果说大家有其他的美国手机卡推荐的话，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